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今天啊，我们来介绍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啊。研究人员啊，在超导体铜酸盐的里边啊，发现了锁定的电子对儿啊。这项研究呢，可能会让我们离室温超导啊就更进一步了。那超导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很神奇是吧？它可以让电流呢毫无损耗的流过啊，总感觉是有点零元购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夏天啊，朋友们都用空调。但是我们说一旦离开，一般都立马关了空调。为啥呀？因为电费贵，对吧？那空调呢，可以说是电费大户啊。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电网都是用超导体，那电费就不是很便宜了吗？所以条件困难的家庭，到时候也可以实现空调自由了。但是啊，现在超导体呢是有个大问题，就是在只有在极低的温度下才能工作，对吧？一旦温度升高，那它们就变成普通的导体或者绝缘体了。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啊，能在更高温度下工作的这个超导体。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室温超导体。现在啊，这个斯坦福大学和 SLAC 国家实验室啊，他们研究团队呢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啊。他们发现了、观察到了超导体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锁定的电子配对。那当然了，可以说，这个呢，可以比我们啊想象高得多的温度下发生，啊，那更让人惊讶的是呢，这种配对啊，竟然出现在一种反铁磁绝缘体中，嘿，想起啥了？LK99是吧？所以这个发现啊，来自于他们对一种叫做氧化女士铜的这么一个铜氧化物的研究中，啊，这种材料呢，属于所谓的非常规超导体家族。研究团队啊，使用了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实验呢，来研究这种材料。他们首先啊，使用的是这个非生长区的这个，就是浮曲法啊，生长了高质量的这个单晶样品。那这种方法呀，可以生长出非常纯净的晶体。这是研究材料本征性质的一个关键。然后呢，他们使用电子探针显微镜分析仪啊，测量了样品中的铯元素的含量。那这个决定了它的掺杂水平。那么研究的核心技术呢，是通过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就是 ARPS。那么这项技术呢，在斯坦福同步辐射光源的5-2和5-4光速线中进行啊。那 ARPS 呢，可以啊直接测量材料的电子结构。然后它工作原理就是这样的啊，用高能光子照射样品，让电子呢从材料中逃逸出来，然后测量的这些电子的能量和动量，这样呢就可以得到材料的能带结构。以及呢这个费米面的信息啊。那研究团队啊使用了就是说物理性质测量系统，就 PBMS 啊，来测量样品的磁化率。那么还可以告诉我们材料的这个 TC， 就超导转温度。那对于一些高掺杂的这个样品啊，他们那个就是说用了这个表面钾掺杂技术啊，这允许他们研究超出常规化学掺杂范围内的这个电子结构。那通过这些精密的实验呢，他们发现啊，在这种材料中啊，电子配对可以在高达150K啊，大概是-123摄氏度这种温度下发生。那这个温度啊，比这种材料这个 TC 啊，这个温度要高多了。因为这种材料呢，过去只有在25K，大概是-248度的摄氏度的情况下才会变成超导体。所以啊，这个更有意思的是呢，这种电子配对啊，在材料最具绝缘性的样品中最为强烈。越绝缘，这个性质越强烈，这就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知。那这个发现它意味着什么呢？那首先啊，它告诉我们呢，这个电子配对和超导性啊，并不总是同时出现的。在这种材料中呢，电子们已经准备好跳舞了，是吧？但是呢，有什么东西呢，阻止了他们同步结合到一起跳舞？那么论文的第一作者呀，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研究生徐科俊说呀，说电子对正在告诉我们呢，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新方法来同步这些电子对儿，我们可以能制造出更高温度下工作的超导体。这就好比一个舞会是吧？电子们呢已经找到了舞伴，但是他们呢还没有开始跳舞。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同时开始跳舞，那么整个材料就可能变成超导体了。所以研究团队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他们在这种 N 型铜氧化物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正常态能系，而这种能系呢，跨越了氦掺杂区域的广泛范围。如果这个能系确定是一个配对能系，那么它将能带来令人兴奋的启示。观察到的这个正常态能系的高温标度啊和大能系能量，就暗示着可能存在与 P 型铜氧化物中观察到的最高转变温度相当的这种高温超导性这个就是这种化合物的大概的 MP 平台的结构给大家做出来了。所以这个发现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 N 型铜氧化物中缺乏更高 TC 超导电性，主要是由于呢库珀对的有限迁移性造成的，配不了对。换句话说呢，电子对已经形成了，但是它们还不能自由的移动，就阻止了材料成为真正的超导体。那么这项研究的监督人斯坦福大学的申志勋教授表示呢，他说我们的发现开辟了一条潜力巨大的新途径，我们计划在未来进一步研究这种配对能系，以帮助我们用新方法设计超导体。那一方面呢，我们计划在 SSRL 使用类似的实验方法以进一步了解这种不相干的配对状态。另一方面呢，我们想找到操纵这些材料的方法，也许呢可以强制这些不相干的电子对同步起来，让他们跳舞所以未来的实验和理论可能有希望阐明在重构在非米面上的这些续参量对称性和微观配对机制，这将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 N 型铜氧化物中的电子行为和超导机制。这篇论文的作者还是很庞大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作者团队。那一作呢，徐科俊论文第一作者，他来自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研究生。二作呢叫贺俊峰，来自中国科大物理系和强耦和量子物质重点实验室。在第三位呢就是陈苏迪，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研究员。何宇耶鲁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研究人员。然后就是 Sebastian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第六位呢是 Costel Rotundo， 来自 SLAC 的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第七位叫李阳松，是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和 SLAC 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卢东辉来自 SLAC。还有郭琴达来自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物理系。第10位呢是 Thomas 来自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系工程系。还有李东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这位教授呢也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然后就是桥本成教授，来自就是 Makoto Hashimoto， 他是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员，也是论文的通讯作者。还有就是申志勋，刚才我们介绍的申教授呢是斯坦福大学应用物理系和 SLAC 的实验室教授，同时也是呢斯坦福大学和能源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这项研究的监督和论文的通讯作者那这个团队可以说结合了多个国家和机构的研究人员，包括美国、中国、瑞典等等他们的专业背景呢就涵盖了应用物理、材料、凝聚态物理多个领域。所以这种跨学科、跨机构的这种行为研究带来了很多角度的这种丰富视角和更广阔的专业知识那当然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团队呢还包括多位中国科学家，你像徐科俊、贺俊峰、陈苏迪、何宇、李阳松、鲁东辉郭琴达、李东海和申志勋他们在这项重要的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展示了华裔科学家在国际前沿科研中超导这个领域的重要贡献。所以这项研究呢不仅对基础科学很重要，那么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在更高温度下工作的超导体，是吧？那将彻底改变现代技术，就是导了嘛，从而让计算机和
和手机到电网、交通运输、MRI、核磁共振，是吧？这些超导体的这个独特量子态也能是我们将来找到量子计算机的绝佳的这种构建部件。所以总的来说呢，这项研究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潜在的丰富的研究新方向。它挑战了我们对 N 型同氧化物中的传统理解，同时呢，也给设计和实现更高温度的这种超导体呢提供了重要的新的思路吧。虽然我们距离室温超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项研究呢，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那这几天我们看到关于这个非常规超导体研究论文开始增多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那我也会密切的关注给大家及时播报。那么这篇论文告诉我们呢，在科学研究中有时候最意外的发现可能会带来最大的突破，即使我们认为已经很了解的这些材料中就我这个材料仍然可能隐藏着就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新现象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是吧？我们在未来永远充满着惊喜和可能性。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会。